距离 PSVR 2发售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趁着这个间隙，我最后再带大家一起体验一下这部为索尼 VR 开头的 PSVR 1在实际上售以后究竟是什么表现。我们是从硬件到软件来逐步剖析这款16年的 VR 设备放到今天，究竟是还能一战，还是一部电子垃圾？本期视频也算是我康复以后第一次正式的进行录音，所以声音可能会有些沙哑，大家见谅。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台 PSVR 的纸面参数。虽然是 OLED 屏，但是其 1080P 的分辨率让游戏的画面受到了巨大的限制，而通常90帧的帧数也谈不上高。虽然官方说有着120帧的刷新率，但是实际表现是远远达不到的。100度的可视角度虽然谈不上高，但也不算低。总的来说，参数上虽然作为一款16年的设备，但是在如今二手市场保持低价的前提下，这款 PSVR 1还是有一定的性价比的。但是这款 PSVR 还有着一个极为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它是一款不仅有线，还需要外置摄像头捕捉的 VR， 并且头显净重600克，再加上耳机以及各种线缆，会让头部有着很明显的承重感，长时间佩戴会严重影响游戏的沉浸感。所以单就从硬件上来看，这款 PSVR 1也仅仅只是比市面上那些所谓的手机 VR 要好，与主流的 Quest 2以及 Pico 4相比，还是相差甚远。我们再来看看 PSVR 的组成。PSVR 主体是由多个部分相互连接构成的，所以我们这边先来看看头显。头显整体科技感十足，在正面和背面都有用来识别位置的发光位点。佩戴时可以通过头显下方的按钮与背面的按钮和旋钮来调节大小，并且支持戴眼镜佩戴。但是效果其实说不上好，因为过低的分辨率导致头显的纱窗效应十分严重，观感上有着不小的影响。其次便是 PSVR 的大脑处理器了。PSVR 的处理单元是独立出来的一个黑色盒子，我们需要在为它接通电源的情况下，插入4根视频线以及1根 USB 线。再算上电源线，一共7根线才能完成组装。整个安装过程可谓是噩梦缠绕。如果你不喜欢安装10分钟、游戏60秒的游戏体验，那么就千万别考虑 PSVR。除了这2个主要设备，游玩 PSVR 还需要在 PS4 上接上 PS 专用的摄像头来进行捕捉。捕捉的范围由你安放的位置而定，并且会受到环境光的干扰，所以一定要找一个没有强力环境光，并且可以尽量捕捉到更多位置的区域放置。当你把这些部件全部组装完成，就可以连接手柄，开始你的 VR 之旅了。PSVR 游戏时最少需要2种手柄，除了 PS 最基础的手柄以外，还需要形状有点奇怪的动态手柄，及个别游戏还需要用到专用的射击手柄。但是要我说，其实真的没必要，准备动态手柄以及基础手柄就足以满足绝大多数游戏的需求了。在完成以上所有物品的安装后，我们只需要按一下 PSVR 的开机键就能进入 VR 模式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大家最在意的游戏表现。在视频的最后，我也是会大概总结一下 PSVR 2相比于初代的提升。本期视频应该是2代推出之前最后一期 PSVR 视频了，也是希望大家点赞3连支持一下。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PSVR 它实际在游戏中的表现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效果。我们会用3款游戏可能会3款多一点的游戏来给大家一款一款的评测，然后评测完以后我会跟大家说这个游戏的它的这个缺点都有什么但是不推荐大家购买反正话是先撂在前面。好，我们开始。第一款游戏是我们的这个 Minecraft 我的世界，它的一个 VR 模式。好，那么大家看到现在我已经是属于是一个全副武装的状态了。那么这款游戏呢，它不能使用这一个 PS 的这一个动态手柄它不能这样实时的挥舞它只能用 PS 的普通的这个 PS 基础手柄来进行一个游玩。所以这个游戏我们选择是坐着或者站着玩都可以。好，那么进入游戏，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我们现在的状态好，关上门。好，那么现在这安全了，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好，安全好，那么退出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我们其实的话是在一个这个我的世界的这个小房子里面这边的话会以一个电视的形态，让我们像这个现实世界一样坐着去感受这个游戏。可以看到什么？这边就是一个正常的游戏模式。然后当我们摁下是一个 PS 手柄的摇杆左摇杆，我们就会被拉进这一个游戏里。
这个时候操作逻辑基本和那个原本是一样的，你的转头啊和这一个互动，转头互动会绑定在一起。哎，怎么还在这里？同时你也可以用你的右摇杆转头，不过一次只能转一点点，并且的话，游戏会有的时候会突然卡一下，然后让你转一下头，这非常致命啊，非常致命。怎么说？这个游戏的话，在你进行一些高速移动或者进入矿洞的时候啊，渲染感会非常强烈。所以的话，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并不推荐大家去玩这一个 PS4 版的这一个 PSVR 版的这一个《我的世界》。这个游戏在那个 Quest 2以及这一个 Pico 4上都会有着更好的体验的。你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 VR 去连着电脑玩的话，体验会更好啊。但是谈不上有多好，但是肯定会比这一个 PSVR 一代要好很多。好的，那么刚给大家演示这个《我的世界》啊，它的话是纯一个 PS 的这个基础手柄来游玩的。然后通过这一个左摇杆摁下去，可以切换这一个大屏幕模式和这一个 VR 模式两者，但是总体体验非常糟糕啊，和这一个《生化危机7》的 VR 一样，它的这个体验就没有这一个动态手柄的体验那么好，然后让整个游戏的这一个从这个视角切换到一个移动方式，给人的这个眩晕感造成的都非常大啊，基本的话玩时间超过20分钟就会出现很明显的呕吐的感觉。所以大家要是一定要玩的话，建议是每5分钟切换回这个大屏幕模式玩一会儿，每5分钟切换回大屏幕模式玩一会儿，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减轻你的这一个呕吐感的这个发生啊。那么这款游戏其实我个人是不太推荐大家去用 VR 模式玩的，没必要，这有点折磨自己了，真没必要。好，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款游戏呢，会用到我们的这一个 PS 的这一个动态手柄。其实能用到这个动态手柄的游戏，都是这个 PSVR 里比较优秀的一些游戏了，因为它的互动性会更强。我们下一款游戏是这个《行尸走肉：圣徒与罪人》的中文版。这边因为是，如果大家是正版的话这边的话这个 PS 是一个折腾机所以的话它有这个中文。如果是正版的话，很多游戏是没有中文的，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好，我们现在是开始这个游戏。好的，我们现在进入游戏了。那么话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地图是可以这个进行实时交互的，而且就我们现在的这装备都可以实时交互的，并且我们可以这边随意的转头什么的。但是大家要注意，这 PS 转头以后，这个手就基本就不听使唤了就你背过去以后。你的视角虽然会很正常，但你的手就基本是不听使唤了，它就卡在这了。你侧身的话，它也是不太行，所以基本就只能正身。那么这个游戏是一个打僵尸的游戏为了保证审核不出问题，我们这边的话就不给大家演示战斗了。其实也可以演示一下，稍微演示一下。这边要悄悄的。有僵尸在那边。只要等他过来以后，捏住他的头。这是第一只，这是第二只。过来吧你。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战斗体验好，我们现在要回去了。那么这个游戏的话，会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剧情但是这个 PS 的 VR 的这一个整体体验其实说不上好，因为它这个捕捉范围非常小。这导致的话，你是掏枪，掏枪对不起，掏枪掏斧头这样的话看起来很流畅，但你实战的时候，你只要稍微一撇头，你这个手它识别不到了，你就掏不出来，你就很急，然后你就只能看他眼睁睁过来啃你，就整体体验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妙都是可以有一个实时的互动的。这边的什么猎枪这个识别是非常垃圾的。好，这个游戏的话，其实是大家实在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去其他平台上玩这个游戏是全平台的PS 的这个 PSVR 体验其实算不上好，但是它有就其实挺不错的了，就是在 PSVR 里能体验到，其实就挺不错的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到这个总结环节。好的，刚刚的这款《行尸走肉：圣徒与罪人》这款游戏的那个内容量非常大，但是这个目前的话没有官方中文，
就导致它这个民间翻译的话会比较怎么说呢？隔断性会比较大，很多地方它是没有翻译的，或者翻译的话还是英文。所以你要读懂剧情的话，其实的话，这个 PSVR 1代我并不是很推荐啊。首先呢，就是它这个画面比较糊，这个字体的话，大家想认清的话，会比较难懂。然后再加上这个游戏的整体的帧数波动会比较大呀，然后什么移动方式识别的这一个度非常小，导致你稍微一个转身或者一个侧身，你的武器挖不出来，或者你走不动道啊，就会让这个僵尸啃死，然后导致前面很长一段游戏白玩了啊，挫败感会比较强。然后整体体验的流畅度，画面的话也都是在这个所有版本里属于是一个垫底，也是不太推荐大家用 PSVR 1代去玩通关这款游戏。但是如果你偶尔来调剂，专门打僵尸的话，还是很不错的。我就是这种人。好，那么接下来是本期最后一款这一个 PSVR 里比较有代表性的游戏，就是这个无人深空的 PSVR。那么它会和之前的2款游戏的这个操作方式、移动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的话，这3个游戏分别是代表这个 PSVR 里的3种类别吧，可以这么说。好，我们接下来的话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好，这边就进入这个 VR 模式了，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加载界面啊。这个的话，这个界面就和那个 PSVR 独占的一款叫做《鲜血与真相》的一款射击的独占游戏非常不错啊。那个游戏的话，操作方式其实跟这一款无人深空差不太多啊，但是是一个线性的，就是你其实不太能够自己控制你去哪里，但这款游戏可以自由控制，所以我最后选择了这款游戏作为的一个展示。好，我们现在进入游戏，可以看到刚刚掉帧很严重啊，估计目测都已经掉到20多帧了啊，但现在好了。这边的话，移动啊，大家好，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移动是一个跳跃式的。这个我的世界 VR 的话，在其他平台的话也都是采用的这个模式。这个模式的话，它的移动和这个转视角的幅度都比较大啊，这样的话就能保证它的这一个，让你在移动的时候也可以保持一个不眩晕的状态。你看这边的话，还可以想一次走多远就走多远啊。然后这边手捏住以后往回拉，就可以进到这里了。那我们这边可以选择坐下啊。重置一下视角，这边的话就和真的一样了。但是重置视角以后，它就是怎么说呢？它是识别不到了。这个冲锋了啊！好，我们先直接去那个最前面那颗星球里去。这边其实还可以进行一个类似星际穿越的这一个状态，但是为了给大家看到这个战斗画面啊，就先不那么做了。好，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穿进来了，穿到这个星球上了。好了，降落了。降落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操作了。好，我们现在要抓住这边，再抓住，算了，往上一抬就行了。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自由移动了。从背后也可以掏出这个枪啊什么的东西，然后我们转头可以靠按键，可以靠自己，但正常还是靠按键转头。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上这里，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造这些强化艇啊，这边的话就可以找一个空地啊。那好，这边就建造出来了。我们现在要过去。召唤巨人强化艇，好，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啊，凭空出现了非常宏大的一个船，和上飞船一样拉上去就可以了。我们的话也是要进行一个这个，这体验相当不错啊，下山，但是这边的帧数掉帧会比较严重。就可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这一个眩晕感产生。这边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飞船去很多星球啊，像这个星球都有不同的地貌。到了不同的地貌以后，就需要不同的这一个强化艇啊。我们现在是一个类似创造模式的模式，所以的话不需要担心。这个游戏的话 ，PSVR 里也是算首屈不能说首屈一指啊，就是可圈可点的一款 VR 作品了。虽然的话，
这个画面观感不太行，有点这个观感有点像 Switch 版的那个无人深空的感觉了啊。但是这个总体体验的话，这个沉浸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好，那么最后进我们这一款游戏的总结阶段。那么刚刚给大家演示的这个 PSVR 1代的这一个无人深空，在 PSVR 2的时候会有这个更牛逼的版本啊。那么这边也是给大家简单来总结一下这款游戏。这款游戏的话，首先它采用的这一个瞬移的移动模式啊，让这个游戏的整体体验会比这一个像单用手柄来的这种移动要好上很多。整体游戏的这一个内容量啊，它是不断更新的，像什么探索星球啊、开飞船、开机甲、开什么赛车什么，它都能在游戏里做到啊。但是缺点也很多啊，这个游戏它的这个捕捉不是很好，这 PSVR 通病，再加上这个游戏的整体画面阉割的非常大，然后可进范围变得很小啊。但是总的来说，它依旧是 PSVR 1代里啊非常值得玩的一款这个 VR 游戏。PSVR 除了打游戏，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就是它作为一款媒体播放器是非常好用的。虽然只有 1080P 的分辨率，但是它支持播放360度全景的 VR 视频，并且也可以通过影院模式将普通的 MP4、MKV 等格式的视频大屏幕播放。那么接下来也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就可以用它来看一些比较基础的360度的 VR 视频。但是我这边的话暂时没有视频源，我给大家看一下，它如果是正常使用，就用它的影院模式的话，这边的话表现是一个怎么样的形式？我们依旧是先戴上这一个 VR 眼镜，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一定要戴上耳机啊，戴上耳机的话效果会好很多。之后呢，我们拿上这个 PS1 的这一个PS4 的这个基础手柄，我们坐下来，给它找到一个位置，然后打开这个媒体播放器以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直接插硬盘啊，让这个 PS4 来读硬盘里的这个视频，很多格式 MP4、MKV 都是可以读出来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我这边简单的装了一些视频啊。这边的话，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一个设置，长按这一个设置，我们可以调节这个 PSVR 在我们这个眼前的这个屏幕大小，可以调得很大。很大的话，我们就要仰着头才能看到一个全屏，也可以调小啊，调大调小都是可以的。调大的话，这个感觉其实没有这个中间的话来的那么舒服，所以我们把这一个调回这个中。虽然这个纱窗效应会比较明显，我们可以仔细看的话，盯着这一个不盯画面，就专门盯着你的前面这个玻璃看的话，是可以看出来是有块玻璃的，而且上面会有一些这个纱网状的一个颗粒啊。但是如果你主要看画面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这一个干涉了。整体表现的话，看起来还是很震撼的。相比于用这一个手机看的话，如果你有一个正经的显示器，就是电视的话，看的话效果会好。如果是20几寸显示器，看起来的效果应该就没有这 PSVR 1这么舒服了。那么晚上的话，我也是会在关上灯以后是坐在这儿看上这么一会儿。好，那么我们这边的这个第二功能的给大家演示也就先到这里。PSVR 1能为大家展示的内容其实也就这么多了。16年的 VR 配上13年的主机，的确在现在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但是即将发售的 PSVR 2，我个人是十分期待的。虽然同样是 OLED 的屏，但是进化到 4K HDR 的视觉效果肯定是十分震撼的。不仅如此 ，PSVR 2还搭载了眼球追踪以及头显震动反馈，这些全新的功能，相信都能让玩家的游戏体验有着进一步的提升。而在 PSVR 1最烦人的组装环节，PSVR 2也进行了大幅度的优化。虽然也是有线，但是变成了一线之连。头显内置的摄像头也让玩家们摆脱了外置摄像头的范围束缚，在手柄上也采用了更贴近人体工学的全新设计。6周体感与自适应扳机的加入，也能更好的让玩家们沉浸到 VR 的世界中去。目前 PSVR 的游戏阵容也是相当豪华，我也是会在第一时间购入这台机器。对 PSVR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点关注，以免错过接下来的更新。好的，讲的有些超时了，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也是在这边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喜欢视频的话，不要忘记3连关注支持一下。我是三位，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